新冠还没有走，又来了个 X 病。这个 X 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作为我们个人，应该怎么样保护好自己？怎么样面对这个 X 病的到来？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X 病。这个 X 病呢，跟伊朗马斯克没有1毛钱关系哈。虽然他的公司都叫 X。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把任何一个未知数都简称为 X。所以这个 X 病呢，实际上是讲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现在甚至并不存在的一个疾病。那么它为什么最近受到舆论和大众的关注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道。那就是因为最近的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开会开会的时候呢，搞了一批专家在讨论这个 X 病，认为呢这个 X 病一旦发生，它会比新冠要厉害20倍它会杀死5000万人。那你可能想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病是什么，他们这些数字是怎么出来的呢？我也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下 John Hopkins 是怎么样来描述这个 X 病的。在他描述 X 病之前他首先引用了美国前国防部长 Donald Rumsfeld 一个著名的论述翻译成中文有点拗口，就是我们有已知的已知也有已知的未知，也有未知的未知说这个 X 病就是一个未知的未知，换句话说，我们都不知道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大家可能就想了，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去预防它呢？但是有意思的是，虽然我们科学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但是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它比新冠病毒的杀伤力要高20倍它可能会杀死5000万人。这样一个关于人类健康的问题在这个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进行讨论，它想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需要更多的疫苗的开发吗？是需要更多的世界卫生组织对人类行为的控制吗？是需要更多的药厂来开发新的药物吗？还是需要更多的研究经费去对一个未来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进行大海捞针式的搜捕吗？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个 X 病是我们大家现在才听到的，但是它早在2018年就提出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在我们讲这个之前我们先要看一下这个 X 病要有什么样的特点才能符合这样一个称号。首先呢，它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一个病原菌，它可能是病毒，也可能是细菌。如果是个病毒的话，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疫苗可以来对付它的。如果它是一个细菌，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可以治疗它，它必须符合这样一个标准。它的杀伤力超强现在就预测它要超过新冠病毒的20倍会杀死5000万人。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杀死了多少人呢？根据 WHO 的这个资料呢，新冠病毒到目前至少杀死了340万人。如果我们仔细来考虑一下这个 X 病的定义的话，那我们已经经历过第一个 X 病了。这个 X 病是什么呢？就是新冠肺炎。首先，它是一个突然发生的，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一个病毒。第二，我们完全没有治疗的方法和疫苗。第三，它短期内造成了全球的流行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可能你会想，如果我们早一点有 X 病的这样一个意识，早一点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也许新冠病毒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其实从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各个方面的专家就开始进行了所谓的预防大流行的计划。到了2018年，直接就把 X 病的这个概念提出来了。也就是说，至少5-6年以前就有 X 病的这个说法。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间是2018年3月16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个视频。这时候就请这位专家再解释 X, which we're hearing a lot about. 什么是 We have with me X our 病。 expert, Dr. Bernadette Murius. Is there a disease out there right now called Disease X? No, there is no disease called Disease X. 提醒我们对未知事情的一种关注。其实人类在思考未知的问题的时候，就会产生严重的焦虑
甚至惊恐。那么当我们在严重焦虑和惊恐的情况下，我们就感到非常的无助。当我们非常无助的时候，我们就期望有人来拯救我们看来这个拯救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专家，就是我们的政府，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大药厂、大医院。他们会为我们开发出疫苗，开发出新的抗生素，告诉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2015年就开始的这样一个措施，为什么没有防止2020年的新冠大流行呢？新冠肺炎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X 病。我们来看看当时的专家是怎么说的。4年前英国卫报就有专家们发表文章认为呢，这个新冠病毒就是5年前提出来的 X 病。但是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在2020年2月，也就是说在新冠肺炎从武汉开始流行之后的3个月，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是一个全球的流行病1个月之前，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负责人，也是世界上研究新冠病毒的专家施珍丽教授，就写出了一个预言性的文章。大家仔细看一下这篇文章的题目，这个题目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 X 病，就是传播性极强，能够造成急性呼吸道症状的冠状病毒。施珍丽教授已经给你预测了这个 X 病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对未知的未知可以做出这么肯定的预测呢？这就是让我们非常的担心，是吧？因为呢，能够做这种预测的人，很可能就跟这种病毒或者细菌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他显然知道我们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事情。说了这么多，不是为了增添大家的恐惧，而是希望提高大家的警惕。因为健康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从我们思维健康的角度来看，我们要保持我们身体的结构健康，内脏器官皮肤肌肉骨骼的健康，那我们就必须自己照顾好自己。大家必须保持一定量的身体方面的运动保持我们身体结构的灵活性和力量，保持我们血液循环的畅通。那么从营养角度来讲，我们平衡和健康的饮食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自己可以管住的。我们做了很多的视频，就是因为饮食非常重要。其次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营养素的补充，因为对有些人来讲，无论是消化道的问题还是基因表观的问题，还是年龄的问题，那么我们对营养素的吸收、保存和利用呢，都会有些问题，所以呢，针对个人的情况需要补充。从能量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要管理好我们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最重要的是管理好我们的情绪。心平气和是健康和长寿的秘诀。那么做到心平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没有很高深的修行的话，在我们现在充满矛盾、充满挑战、充满压力的生活下，很难做到心平气和。最后呢，在灵魂的水平上，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的信仰系统。很多人说，不管你信什么不信什么，生老病死谁也跑不掉，也没错。但是呢，人的死亡有2种，一种是形体的死亡一种是灵魂的死亡。那么对相信有灵魂存在的人呢来讲呢，身体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怕的，而真正可怕的是灵魂的死亡修行上说叫做形神全灭，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灵魂健康和他的信仰系统就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如果有人提醒你远离邪灵，拥抱善良，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对待。未来是我们不能掌控的，我们能掌控的就是我们的现在。希望大家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现在在做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应对这样一个可怕的未知的 X 病。这个结论一定是在我们大家自己手上，而不是在医生、专家和政府的手里。谢谢您收看这期节目，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